把裙子退了。夫人，老奴看唐姑娘最合适，身段圆润，是个能生的，且最懂规矩，绝不会狐媚惑主。你这老货眼光不错，苏唐，去打扮一下，今晚侍奉世子。奴婢多谢老夫人抬举。上一世，我以为拒绝就能全身而退，没想到却被送去给80岁的老头当田庄。世子至今无子，你若能诞下男丁，他就是下任世子。有本夫人为你撑腰，世子夫人也不敢看轻你。奴婢定当尽心伺候世子爷，为夫人分忧。世子3年无子，若真怀上，以老夫人的狠辣，必会去母留子。可若留不在国公府，明日我就会被打断腿卖给糟老头。今晚无论用什么手段，我也必须让世子要了我。世子爷，让奴婢伺候您宽衣吧。初一15去夫人那儿，上下需各陪妾室，若再多一个通房，岂不上规矩？我正午繁忙，今夜……世子爷，老夫人给您送来了进补的猪肾汤。回母亲，我知道了。安歇吧，宽衣。剑眉星目，若明月入怀，伺候他倒不算亏了。平躺姿势这么标准，半点温存都没有。你干什么？世子白日为国操劳，让奴婢伺候您，求世子纵容一次。放肆！看你能撑多久。你在做什么？外人都说您靠门第，可奴婢看着老茧，就知道都是您自己辛苦打拼来的。好好说话，不得妖宠。是。世子爷，奴婢不打扰您休息了，奴婢告退。母亲选的人确实懂规矩，不似那些妾室，事后缠着要过夜求宠。这一关算过了，通房的地位暂时稳住，不必担心明日被老夫人治罪。苏姐姐，快醒醒，该去出河院给少夫人请安了。世子夫人韩氏，名满京城的大善人，女德标杆，可前世被打翻佛经就被冻在雪里的丫鬟，还有失足落水淹死的手艺厨母，可全是死在她手里。今日这关，怕是场鸿门宴。苏姐姐，你走得真好看，难怪老夫人选你当通房。在主子面前，好看顶什么用？命贵才行。站住！少夫人还没梳妆完呢，苏唐，你就在这跪着等吧。前世我拒绝老夫人，让你简陋成了通房。今世我挡了你的青云路，跑这儿演戏来了。若真跪到过时，误了请安，少夫人只会怪我无礼，白白折腾坏了膝盖。多谢翠红姐姐提醒，但老夫人吩咐了，让奴婢亲自将鞋子送到少夫人手里。少夫人若在梳妆，奴婢去外间等候便是，绝不敢打扰。苏唐，你少拿老夫人来压我！你一个低贱的通房，也敢不听少夫人的命令行事？看我现在就禀报少夫人，惩治你！你笑什么？奴婢只是伺候主子的物件，安敢不听少夫人命令？可少夫人素来恪守女德，每日天不亮就去给国公夫人请安，怎会如你所言，至今尚未梳妆完毕？若这等诋毁少夫人怠慢长辈的话传了出去，坏了少夫人的贤良名声，翠红姐姐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假传主母命令，借少夫人压我，蠢货！劳烦姐姐通传，
奴婢苏唐给少夫人请安，进去吧。奴婢苏唐给少夫人请安，这是奴婢连夜为您做的绣鞋，倒有些巧思，不过做人还是老实些好。奴婢谨记少夫人教诲。老夫人好大的手笔，越过我直接塞通房，这不是打我的脸？刚成了雨露就娇艳成这样，活脱脱是个狐妹子。鞋拿了，这一关过了。翠红，把苏金捧出来。苏唐，既进了出河院，就要守出河院的规矩。这本佛经交给你，你需每日刺血抄写，千佛月前抄满100本，送往小佛堂为老夫人与世子祈福。离千佛节不足1月，1天1本，不仅要不眠不休，还要每日割肉刺血。这是要活生生榨干我的血，连命都不给我留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能为老夫人与世子祈福，是奴婢求都求不来的福气。只是奴婢从未做过这等细活，怕写得不好污了佛经。奴婢想先在这里写几行，请少夫人过目指点。难为你懂规矩。翠红，把笔墨背下。前世这个时辰，世子会来出河院陪他用膳，必须拖到他来。写吧，苏唐妹妹，也准备防凝药。翠红，你巴不得我把10根手指都咬烂。低贱的胚子，就得让你知道怕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狐媚惑主。少夫人，这血干得太快了，能否赐奴婢一点防凝血的药？放肆！这才刚开始你就受不住了，我看你就是心不诚，连这点苦都吃不了，还谈什么祈福？世子爷，您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今天不是初一15，世子竟主动过来，必须留他用膳，顺理成章歇息。世子恕罪，奴婢该死。昨晚还生龙活虎，怎么现在折腾成这副惨样？这是在做什么？夫君，千佛节快到了，妾身正带着妹妹们抄写佛经，为您和母亲祈福呢。妾身想留夫君在院里用膳，已经让膳房去准备了。不必了。夫君是心疼妾身吗？不碍事的，只要能为您和母亲祈福，妾身做什么都值得。美事一桩，抄写了2行仙经，就咬烂了2根手指。韩氏，你别告诉我，你连防凝血的药都不知道。世子，妾身不是故意的。我国公府立府100年，靠的是爷们儿在战场上实打实的战功，靠的是锦绣文章，从来就不是靠女人的鲜血去博那虚头巴脑的美名。世子，妾身冤枉，我们都是自愿的。韩氏，这滋味如何？苏唐，跟我回去。世子，奴婢伺候您。如今刚在韩氏心头扎了刺，我必须走好每一步。贱人，竟敢勾搭世子在正堂上折我的面子！我的小姐呀，那苏唐不过是个玩意儿，您同他置什么气？我是怕他勾走了世子的魂。小姐，世子的脾气您还不清楚，最是重规矩的人。这府里想爬床的丫鬟多的是，有哪个真能越过规矩去？可世子今日竟为了他训斥我，他若是个能生的，正好生下来报到您名下，不就是您的嫡子？到时您有了子嗣傍身，看京城里那些嚼舌头的贵妇还敢笑话谁？还是嬷嬷想的周到，去把通房该有的份例给他送去，别让人说我苛待。世子，若无别的吩咐，奴婢想去鹤仙居伺候老夫人。成了通房还能不忘本分，确实比那些掐仙要强的妾室懂事。等下，真是耽误功夫，我还急着去抱老夫人的大腿呢。得罪了韩氏，只有老夫人这尊大佛能保我周全，世子的宠妻可抵不过命。世子还有何吩咐？以后你留在锦心阁，出河园那边不用去伺候了。奴婢遵命，谢世子体恤。
夫人，唐姑娘过来了。好，好啊，快过来，我瞧瞧。我都听说了，昨晚世子在你房里待了足足1个时辰。是，谢天谢地，我还以为淳安那身子有什么隐疾，先前他和韩氏还有那俩不中用的妾，回回都只得几个呼吸的功夫。如今看来，这苏丫头才是个有福气的好孩子。以后没事少往我这儿跑，多去书房陪着世子，生下子嗣才是正经。老夫人，奴婢是您的丫鬟，就算成了通房，您在奴婢心里也是第一位的。前世我遭难时，只有老夫人派人送了银子，要不是后来老夫人过世，家里人怎么敢把我掐死给人配阴婚？我算过了，这几日最易受孕，今晚你上上心，若真能怀上，我便给你个恩典，把身契还给你。多谢老夫人。可奴婢不想要回身契，奴婢想一辈子伺候您和世子。你听听，这小嘴甜的跟抹了蜜似的，叫我怎能不疼他？去，把我那匹南丝缎取来赏他。奴婢谢老夫人重赏。哟，这手是怎么了？今早收拾茶盏划伤的，不打紧。老夫人，少夫人来请安了。这低贱的胚子，竟敢抢先跑来告状！母亲，千佛节将至，儿媳想带院子里的人抄写佛经祈福，让府里上下都知道儿媳的一片真心。就算再累，儿媳也甘之如饴。以往你作践丫鬟我不管，如今安儿好不容易对苏唐上心，岂能容你作怪？苏唐，这里没你的事了，回锦心阁好好伺候世子。奴婢告退。今日难关暂过，可老夫人命我今晚继续侍寝。世子重规矩，1个月才去那儿几下，今晚怎肯要我？硬逼绝不可行，看来得另辟蹊径。起来吧，你嫁进来也有3年了，即日起府里的钟会便交由你掌管吧。母亲，这怎么使得？儿媳年纪尚轻，恐担不起这等大人。无妨，先跟着我学。既然子嗣指望不上你，便拿钟意拴着你，省得你终日盯着安儿的房中事，败了国公府的香火。谢母亲信任，儿媳定当肝脑涂地。今晚侍寝的事毫无头绪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先去讨好老夫人。这里有小厮伺候，你无需特意过来。若不借机留在他身边，今晚别想留宿。世子，奴婢以前在老夫人那儿就是管茶炉房的，您若喜欢，奴婢这就去给您多做些。奴婢这便去准备。哎呦，多谢苏姑娘，世子嘴刁，您接手了，小的可算能松口气了。小蝶妹妹辛苦了，以后多关照。苏姐姐客气了，往后要热水随时叫我。在这锦心阁过日子，收买人心是第一步。昨晚折腾的够呛，今晚还要来，形势伤身，绝不能由着他胡来。这里没事了，你回房休息吧。世子爷，老夫人今日特意交代，这几日是奴婢少孕的最佳时机，求世子爷疼惜，再给奴婢一次伺候的机会。你倒是个有野心的。若人人都如你这般恃宠而骄，本世子的规矩何在？爷，奴婢知道您不是那等贪恋床底之欢的平庸之辈。巧言恋色，看你还能翻出什么浪花。可老夫人盼孙心切，奴婢若直接拒绝，岂不伤了老夫人的爱子之心？哦，那你说说，你打算怎么做？爷，奴婢只求晚上与您在榻上躺上一刻，什么都不做。如此，既不伤爷的贵体，也算给老夫人交了差。母亲盯得极紧，若今晚将她赶出去，明日母亲定要派嬷嬷来训话。罢了，容她在榻脚躺一晚，也省了麻烦。那便如此。谢世子爷垂怜，奴婢这就伺候您宽衣。
胡闹！你这是做什么？放肆！爷，奴婢也是为了瞒过外面的耳目，您且安心躺着。母亲想抱孙子想疯了，院外定有眼线，若是一夜无风无雨，反倒生疑。只放纵这一回。世子，奴婢告退。再踏上如狼似虎，吓了他倒像个清白仙子，倒显得是我伺候了他。你今晚就在后面那间偏屋歇下吧。多谢世子爷体恤，歇在锦心阁，老夫人那边便能交差。往后苏家那群吸血鬼若敢找上门来，我手里也算多了张能弄死他们的底牌。再踏上如狼似虎，下了榻就摆出一副清冷灼仙的嘴脸，真是两副面孔。还好我也只当你是保命的工具。苏姐姐，世子方才特意吩咐奴婢给您换上最好的床褥呢。世子亲自吩咐的，可不是嘛？世子爷素来冷淡，奴婢进府这么久，还是头一回见他这般细心。看似冷心冷情，倒还算心细。既然如此，白日里多尽些心伺候他也不亏。往后苏家那群恶狼若找上门，也能借他的事挡上一挡。回少夫人，锦心阁那边传话了，世子可是忙完了，快请世子过来用膳。世子爷喝了茶，说是不饿，如今已经歇下了。歇下了？出河院送去的请帖，他看都没看。奴婢听说那通房苏堂今晚留宿在锦心阁了。贱人！小姐息怒，小姐千金之躯，万不可为了个贱婢气坏了身子。大婚3年，他何曾这般驳过我的面子？我备了整整一桌酒席等候，他竟为了个下贱的通房，连我的院门都不肯踏进半步。长风，推窗。大清早就在这探头探脑，出河院管的未免太宽了，竟把眼线直接安装到我的眼皮子底下。世子爷，早膳可要摆去出河院？少夫人怕是已经备好了。不必，直接更衣去上朝。苏唐啊，你这颗玲珑心是怎么想出这等巧装子的？这薄荷桃糕晶莹剔透，入口清凉，连我这把老骨头都忍不住想多用几块。好你个苏唐，大清早不去出河院给我磕头请安，反倒跑来老夫人这里献媚讨好，才被收房几天啊，就敢骑到我这个正头夫人的脖子上作威作福。嬷嬷，你拉我做什么？我今日非要撕了这狐妹子的脸。小姐，您糊涂啊，您忘了出嫁前夫人的教诲了吗？那些个小妾通房不过是主子爷闲暇时取乐的玩意儿，您同个物件置什么气？可世子被他迷得连早饭都不肯同我吃。先由着世子新鲜几天，等过些日子，由头还不是咱们说了算，寻个错处，悄悄打发发卖了便是。快收收脸色，别误了给老夫人请安的规矩，让贫人看了笑话。嬷嬷说的对，我可是明媒正娶的世子夫人，犯不着跟个通房置气。我自认大度，不仅不善妒，还主动给夫君纳了妾室。夫君若嫌不够，我哪怕把翠红开了脸送去也使得。可唯独这个苏唐，绝不能留。生的就一副狐媚惑主的妖精模样，才收房几天，就缠着夫君陪了他2晚。若任由他生出感情，今后这国公府哪还有我韩氏立足之地？清爽甜润，苏唐，你这手艺真是绝了，我这头疼顿时好了一半。夫人，昨夜世子又留唐姑娘歇到天亮，这可是连着2晚了。好，看来我果真没看错人，若非时日尚短，我真恨不得立刻叫府医来诊脉。
儿媳给母亲请安。坐吧，尝尝苏糖做的桃糕。小贱人，看我怎么捏碎你！这丫头手艺确实好，儿媳娘家正好经营君香楼，不如让她跟着过去学学，往后好做更多花样孝敬您。去她娘家的地盘，我若去了，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不妥。苏糖如今是安儿的通房，是世子的人，怎能随之外出当学徒？儿媳只是想孝敬母亲。韩氏，钟父刚交到你手上，府里很多事等着你，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心思，就别太放在心上。儿媳受教，是儿媳思虑不周。苏糖连着2晚伺候安儿，安儿瞧着是真喜欢。你身为大夫，该赏他些东西，我也得添份心意。这都是奴婢分内之事，怎当得起老夫人和夫人的赏赐？怎么当不起？只要你多留世子在房里，早日怀上孩子，等你真怀了，我还有天大的重赏。母亲说的是，儿媳回去便让嬷嬷备下赏赐。儿媳身子不适，先行告退。我是不是给安儿娶错了媳妇儿？不过是个通房，他就嫉妒成这副德行。3年无子，我半句苛责也无，他倒摆出一副委屈相给谁看？夫人息怒，少夫人毕竟年轻，哪里懂您让她管钟会的苦心。等苏糖生下孩子抱给她养，她自然就明白了。去，从我库房里挑2件分量足、样式素净的纯金首饰送去锦心阁，也让那起子踩低爬高的人看看是谁在护着苏糖。老夫人给你的首饰是让你安心，只要你伺候好世子，怀上子嗣，谁也抢不走你的功劳。还劳碌嬷嬷亲自跑一趟，这引子清甜，嬷嬷拿着润润口。你是个懂事儿的。这些金子若是拿到外面去卖，足够折上几百两银子。只要为世子生下孩子，我就向老父母求个恩典，带着这些金子彻底离开国公府，天高地阔，去那没人认识我的江南。这些金子就是我将来安身立命，摆脱苏家那些恶狼的底牌。世子差不多该下朝了，做一碗鲜虾馄饨，暖暖他的胃，也好让他多几分耐心。这手艺不错，把这些装上，随我给母亲送去。爷，老夫人那份奴婢早已备下。你有心了，拎上10盒，随我走一趟。苏糖，王氏、苏荷，你们居然还有脸找上门来！前世我被你们趴在身上吸血，落得个惨死的下场。这一世，我要你们把欠我的连本带利都吐出来。老夫人，奴婢今日来是想向您求个恩典。哦，这次又瞧上府里什么好东西了？是堂儿，她今年16了，也到了说亲的年纪。奴婢想求您开恩，放她出府。奴婢好在外头给她寻个老实人家，安稳过日子。姐姐，娘都给你物色好姐夫了呢，你快求求老夫人，放你出府跟我们回家享福吧。前世就是这般，用物色人家做饵，逼我出府。若我今日顺了你们，等我的就是被打断腿卖给80岁老头的命运。娘，妹妹，你们当真是好算计。可惜这辈子的苏糖是来索你们命的恶鬼。既然都想着嫁人了，当初何必答应给安儿当通房？二心之奴。老夫人明鉴，奴婢心里只有好好伺候主子的念头，半分杂念都不敢有。母亲和妹妹许是误会了，奴婢从未想过要出府嫁人啊。母亲，尝尝这个，这是苏糖亲手做的，儿子觉得不错，特意拿来给您尝尝鲜。安儿既然带着她来，说明这丫头侍奉的妥帖，放着世子的通房不当去嫁个庄头，傻子才放着福不享。可能你还不知道，苏糖如今已经是安儿的通房了。出府嫁人的话，以后不要再提，
什么通房？进了安儿的房，就是国公府的人，府里不会亏待他。你们都退下吧，说些体子话。奴婢遵命。姐姐好大的架子，见了娘连安都不问，这是成了通房，眼里就没娘了吗？嘴硬心冷的白眼狼，为了个通房的平头，连亲妹妹的终生大事都不管了。一会儿你立刻给我滚进去向老夫人告罪，说你不愿意当这通房，否则别怪我动家法收拾你。家法？前世每次打完我，你都给块破糖说为我好，这一世我抱紧了世子和老夫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母亲这话说笑呢，奴婢不过是个下人，老夫人的安排哪由得奴婢说不？母亲若真不想让我当这通房，自该自个儿去跟老夫人说，奴婢可没母亲那么大的面子。你这个逆女，白眼狼，我就知道不是亲生的养不熟。李老爹可是许了100两银子的彩礼，钱我都定好了去买苏绣和金镯子。这小贱人若真当上了通房，那100两银子岂不是彻底泡汤了？绝不能让他得逞。姐姐，你怎么能当通房呢？你这样让娘怎么跟张大哥交代啊？张秀才，我前世掏心掏肺，你却冷眼看我被打断腿卖给老头，甚至分了我配阴婚的银子。这块烂庄，你苏河也配接？妹妹，我与张大哥清清白白，倒是你，若真喜欢他，就让他上门提亲，省得天天偷偷摸摸在一起，惹人闲话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。混账东西，竟敢如此作践你妹妹的名声！当年若不是你妹妹救你，你早就死了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！我打你是为了你好，你如今成了通房，罪忌嫉妒，若被主子知道，有你受的！跪下，给你妹妹赔罪！世子来了，天助我也！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提起妹妹和张秀才的事，是我嘴笨惹妹妹生气了。我下跪，我这就给妹妹道歉。够了！本世子的通房，还轮不到外人来教训我。世子爷，奴婢只是在教导女儿。爷，都怪奴婢惹娘生气了。那您之前准备送给苏家的那些绸缎和银子，娘是不是不肯收了？要不奴婢再去求求娘。这些东西还给他们做甚？既然他们不把你当家人，那些礼物你就自己收着，存在你的私库里。往后你是国公府的人，不必再看外人的脸色。奴婢全凭爷做主。娘，你瞧瞧那个小贱人，她霸占了我的绸缎和银子，那本该是我的呀！闭嘴！这里是国公府，回家再说。两位，且留步。方才不小心路过，听闻两位提起那苏糖，之前在外头有个相好的。苏姐姐，我刚才在假山那儿看见翠红了，她把你娘和你妹妹偷偷叫过去说话呢。跑那么急做什么？给你留了碗鲜虾小馄饨，趁热吃。香！苏姐姐你真好。苏姐姐，你可得防着点翠红，她瞧着绝对憋着坏呢。我在府里无依无靠，家生子们都攀扯王氏，小蝶是外买的粗使丫鬟，新时正是可用的自己人。小蝶，按规矩，我如今能要个粗使丫鬟，你愿意跟着我吗？奴婢愿意。跟着我只是个通房，不仅没体面，指不定还要受嫌弃。苏姐姐人好，哪怕没有体面，能顿顿吃饱我也甘愿。傻丫头，这事儿等我向世子开口才算数。长风，刚煮好的鲜虾馄饨，尝尝。这多不好意思。苏姑娘，往后有啥用得着兄弟的，你尽管开口。我还真有一事，我继承了通房，少不得要回趟家报信，想劳烦你去管事房领辆马车。翠红与王氏想联手暗害我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我主动登门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爽快！苏姑娘这是要风风光光回娘家呀？赶明儿我亲自驾车，定让那起子人看看世子多看重你。那便先谢过了，回头请你喝好酒。哎呀，差点忘了正事，世子爷吩咐要喝樱桃蜜茶呢。熬着呢，我这就给爷送去。
世子爷，您要的蜜茶好了。今天有求于他，可得好好表现表现。奴婢见过世子爷。放着吧。看盘摆得如此有义气，倒真想瞧了他。今日奉着看盘，难不成还想引诱我侍寝？你退下。安儿，你看看孙氏那贱人今日有多嚣张！母亲息怒，发生何事了？他抱着那刚满月的孙子在我面前晃悠，竟叫嚣将来国公府的爵位，他孙子也有份继承。母亲何必与孙姨娘计较？不过是逞口舌之快罢了。我能不气吗？人家孙子都抱上了，你成婚3年连个蛋都没下。我找大师算过，苏唐是个能生养的，极有福气。今晚你必须让苏唐继续侍寝。什么？今晚还来？连着3晚，铁打的身子也经不起这般折腾。苏唐，这几日伺候世子辛苦了，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老夫人，奴婢确有一事求请。这奴婢最善邀宠，得老夫人撑腰，难不成想求本世子独宠她一月？万万不可放任她的野心。老夫人，奴婢想求茶水房的粗使丫鬟小蝶来身边伺候。你如今是世子的通房，身边确实该有个使唤丫鬟。既然你喜欢那丫头，那是她的福气。谢老夫人，这样奴婢也能带着她在茶房给世子爷做点心了。原是为了给我做点心，这奴婢倒算守本分。最重要的是晚上把世子伺候好。天色也不早了，你们早点洗漱，准备就寝吧。爷，天色还早，您现在就要准备就寝吗？放肆！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整日就想着这些荒唐事。你自己不敢夺老夫人的话，倒拿我当出气筒。奴婢知错。爷想吃点什么？奴婢去茶房准备。不必，今晚我在出河院用膳。是，奴婢退下。太好了，今晚能好好歇歇，不然连着3夜，我这骨头都得散架。奴婢给苏姐姐行礼了。往后生是姐姐的人，死是姐姐的鬼。起来吧，正好世子今晚不在，咱们炖2只乳鸽，再拌个小黄瓜，好好庆祝庆祝。苏姑娘，你这儿可有吃的？给世子爷的，他不是在少夫人那儿？别提了，爷在少夫人那儿动了怒，饭都没吃一口，甩袖就回来了。赶紧备点温热的吃食，爷脾胃正不舒服呢。世子，宠妾灭妻是败家之相，宠幸通房更是乱纲之始。你必须把苏唐那个祸害撵出府去。韩氏，你越界了。本世子念在你3年无子不义，才来陪你用膳，你莫要不知进退。你如今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女人，何曾给过我半分体面？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可是朝堂上有烦心事。他的指尖怎么这般温热，像是有小钩子。你回偏屋歇着吧。爷，若是一举得男，往后你也能在老夫人那里好好交差了，不是？若是她真能怀上，母亲和韩氏那边的压力确实能消减不少。罢了，就依你一回。无礼，放肆！乐而有节，则和平受考；不知节制，则今耗神伤。你年纪尚小，不明白这养生之道的厉害。今日到此为止。奴婢不懂那些，奴婢只知道阴阳调和。奴婢也是为了给老夫人完成任务。等过了今晚，奴婢天天给您熬参汤补身子，绝不让您亏损。
爷，今儿是奴婢大哥生辰，奴婢想请假回家一趟，明早再回。本世子行兵打仗，怎会派一个通房丫头？去吧，世子爷平日最端正，怎么对苏姑娘如此冷酷？不过是回那搓磨她的娘家，怎能高兴成这样？当真是个笨蛋。哎呦，这不是国公府世子身边的红人长风吗？送苏唐回来的。娘，您瞧瞧他那张狂劲儿，不过是个通房，长风竟亲自当马夫送他。荷儿放心，今日回来，娘定会好好教他规矩。世子府马车到，苏家竟连个迎门的人都……长风，谢你送我，进去吧。苏家如此怠慢，分明是不给世子脸面，回去定要告知世子爷。哼！前世我掏空积蓄买湖笔灰砚，却被这好大哥羞辱，奴才懂什么斯文，跪下求他才收。今世这里头装的可全是吃剩的烂瓜果。大哥，你的生辰宴去世，我可是等了整整1世，这一回我绝不会再救你。姐姐，我们大伙儿等了你整整半日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才当了几天通房就摆起谱来了，连亲哥哥生辰都这么慢待。还是这招。前世我每次被你这般构陷，都急得直哭。南光锦，连县令小姐都穿不上的料子，这女人凭什么穿在身上？才几天就捞了这么多好东西。母亲见谅，来前须为世子爷和老夫人备好午后的茶点，这才耽误了时辰。大哥一向明大理，自不会怪罪国公府的事。可恶！我若说怪罪，岂不成了苏家对国公府不满？国公府的事自然最要紧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去后屋帮忙吧。把你这身衣裳和簪子换下来，一会儿干活毛手毛脚的，别弄坏了。对啊，姐姐，走，妹妹带你去后屋换下这身，弄脏了多可惜。妹妹这么心急做什么？既然都是干粗活，你这身10场衣裳也该一起换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能和你一样？那都是下人才干的粗活。苏唐，你竟敢这般羞辱我，我这就去告诉娘，让她动家法抽你。所以你觉得我就该伺候你？苏荷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娘，苏唐又欺负我。这死丫头，当了通北，骨头当真硬了。今儿是你大哥的局，先忍一忍，等一会儿，娘自然有的是手段让她听话。娘，本来我也不想对她这么狠的，是姐姐自找的。是啊，怪不得咱们心狠。夫人，快过来招呼贵客。苏老爷好福气啊！令郎年纪轻轻就中了秀才，真是文曲星下凡，可不是吗？这次相试，苏少爷定能高中举人。以后您2位就等着当老太爷、诰命夫人吧。我家明儿最是勤勉，这会儿定是在房里温书入了神，忘了时辰。我已经让小厮去催了。文曲星不过是个被先生骂做榆木脑袋的蠢货。前世要不是我下跪求老夫人送他进国姑府学堂，再用赏金上下打点买来考题，他连秀才都蹭不上榜尾。可他考中后，苏家大摆流水席，我却只能在后厨啃残羹蓝颤。大哥，这一次没了我在前头替你谋划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进得去考场。这小贱人长开之后，竟比从前更加美样，把我的荷儿比得活像个烧火丫头。苏唐，我苏家家风严谨，你看看你这狐媚妖娆的做派，成何体统？还不快去把这一身衣服给我扒下来！母亲这话可说差了，我是苏家养出来的，这做派本就是母亲教的。我这若算妖娆，那苏荷妹妹穿这一身衣裙，岂不是在招蜂引蝶？苏唐，你敢羞辱我！不识抬举的小贱人，当了几天通房，真当自己是主子了。今日不把你那骨头敲碎，你便不知这苏家到底谁做主。夫人，少爷回来没？赶紧准备开席了。荷儿，今儿是你大哥的好日子，先忍他一忍。待会儿别忘了带你姐姐去后巷看桃花。娘放心，女儿省的。后巷看桃花，算算时辰，长风也该带人来砸场子了。有话就说，吞吞吐吐，成何体统？世子爷，今载我送苏姑娘回门，那苏家人当真是好生无礼。大门紧闭，无一人迎街坊议论，说那苏夫人一向把苏姑娘当牛马使唤，
月前也搜刮得一干二净。虽只是个寻常的通房，可既然进了我的门，便是我的物件。打狗还得看主人，他苏家好大的胆子！就说世子爷是面冷心热，苏姑娘是国公府的人，谁敢欺负？世子定然不依。不过是个通房，何须本世子亲自过问？可若由着苏家踩国公府的脸面，是断不能容忍的。姐姐，你先过去，我忽然想起有东西落在屋里了。他怎么这么看我？难道他识破了娘的计划？那我先过去了。小贱人，这次定叫你身败名裂！苏妹妹，许久不见，荷儿果然没说错，攀上国公府就瞧不起我了。哼，这些年你的上京，我的笔墨纸砚全是你在贴补，若没了你，谁供我读书考功名？苏妹妹，你的苦衷我都懂，这事由不得你，就算你跟了世子，我也绝不嫌弃你。我爱的是你纯洁的灵魂，只要你心里有我，即便肉体不属于我，我也不在意。我从未悦纳过你，往后莫别说这种引人误会的话，更不必见了。苏唐，你站住！苏唐，你别走，你早就是我的人了，我这就去找世子替你赎身。天哪，姐姐，你和张大哥这是在做什么啊？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不知廉耻，敢做对不起世子爷的事儿，押回府听候发落。姐姐从前和张大哥议过亲的，今日来这儿定是想跟张大哥断干净的，千万别误会姐姐啊。苏荷，你这出戏演得可真好，不过鹿死谁手还未可知。虽已出了奴籍，但夫人往日的恩典，我等绝不容忍损害国公府体面。不知廉耻的小蹄子，捆了他，押回国公府听候老夫人发落。我自己有脚，不用你们押，我跟你们走。我陪你一同回去，任他刀山火海，我也要同你在一起。相信世子和老夫人定会成全咱们。唐儿，快救救你大哥！你大哥刚刚在酒楼被人打断了腿。唐儿，你居然这般冷血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女人，娘真是白养你了！一回来就惹娘伤心。苏唐，大哥重伤在身，你居然眼睁睁看他摔倒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前世就是这般，明明是苏明不分青红皂白先动手，摔倒了却成了我的错。这一世我多一个字都不会解释。唐儿，你也别怪你哥哥，他就是脾气急，心里最疼你。你快在国公府找个名医救救你大哥，他以后还要科考，腿废了前程就全完了。母亲高看我了，我不过是个最低贱的通房，哪认得什么神医？况且女儿眼下还要回府自证清白。母亲，姐姐做出此等丑事，恐惹怒国公府，咱们可不能被姐姐牵连了。对啊，这小贱人反正由不得你，把她交给世子夫人处置，不仅能卖世子夫人一个好，指不定明儿治腿的事儿就迎刃而破了。你做出这等下作事，我苏家也护不得你，好自为之吧。动手，绑了！世子爷驾到！本世子的女人，本世子倒要看看，今天谁敢动她一根手指。世子爷明鉴，是奴婢没教好女儿，让这不检点的小吉给国公府蒙了羞，奴婢这就把她交给您，任凭世子爷发落。多亏长风多了一嘴，若本世子没来，这丫头指不定要被这群狼心狗肺的心亲作践成啥样。这等趋炎附势的破落户，也配让苏唐多看一眼。此后本庶子多是热切坦诚，爱到了骨子里才能如此，他的眼里怎可能装得下这等货色？跟我回府。不问青红，不加怀疑，全天下人都弃我踩我，他竟是第一个护着我的人。不守妇道的贱人，宁可给别人当通房也不服侍我。得不到你，我也要毁了你！世子爷，陶明与苏姑娘早已私定终身，有了夫妻之实，求世子爷开恩成全咱们。坏了，当众扣上私通罪名，苏姑娘的名声可彻底全毁了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姐姐，你就给世子爷认个错吧。既然你都把清白给了张大哥，总不好再占着通房的苗头。世子爷仁慈，说不定还能饶你一条命。妹妹怎就这般迫不及待把这脏帽子往我头上戴？名声对女子重如生命，我与张大哥不过是儿时点头之交。姐姐怎能这样冤枉我？
我全是为你着想啊。本来想回国公府再收拾这群祸害，向老夫人表忠心，但他这般信我护我，我断不能让这泼天的脏水玷污了国公府与他的威名。诸位，既然有人铁了心要污我清白，那今日我便当着世子与大家的面，把这烂账一笔划算个清楚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早已将身子给了张秀才。姐姐，妹妹本不想在外人面前揭你的短，可你和张大哥的私情，家里哪个人不清楚？爹娘本就打算纪念给你们一亲的，你怎能为了攀附权贵，做出这等不知廉耻的事啊！不知检点的下贱蹄子，败坏门风，做出这种丑事就该乱棍打死啊！骂吧，只要完成少夫人交代的差事，我苏家便能飞黄腾达。苏妹妹，你别怕，即便你失了名节，等你出了国公府，我也定会明媒正娶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这就是我前世倾心相负的男人，为了回我，竟能如此颠倒黑白。苏唐与我行周公之礼那一确确实实是处子之身，本世子信他。世子，您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世子居然当众保他！世子爷明鉴，你万万不可被这孽女蒙蔽啊，否则奴婢死后都无颜面对老夫人的恩德。早年间奴婢结识一位江湖艺人，他手中有这等阴毒物件，能让失真女子才行周公之礼时蒙混过关。姐姐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？母亲，您这准备已久的铁证拿全了吗？你笑什么？死到临头，这怎么一点都不怕？母亲手中所谓的秘药，不过是用鸡血混合了防凝药草调制而成，但凡有些倔力的嬷嬷，都能一眼分清鸡血与人血的区别。世子爷，老奴此前在老夫人房中当差多年，专管内宅验看之责，老奴能辩。春嬷嬷，验。回世子爷，王氏手中的乃是掺了药的腥臭鸡血，而苏姑娘原帕上的血迹乃是货真价实的处子落红，色泽与凝固纹路分毫不差。我是查过一般。天啊，亲生母亲居然用鸡血陷害亲闺女，丧尽天良啊！世上竟有这般狠毒的母女！她竟然把落红原帕随身留着，这小贱人从一开始就在防着我。王氏，这就是你嘴里所谓的铁证，她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竟下此毒手，血口喷人！长风，拿本世子的令牌，将这起构陷主子、诬告不实的不法之徒全部押送官府严办。是。唐儿，母亲是一心为你着想啊，你难道不懂母亲的慈母心吗？姐姐，咱们是一家人啊，你不能看着我们死啊！草民对苏姑娘情深意重，绝非故意构陷。大庸以孝为先，若今日将他们送官，御史台定要参国公府逼迫母家，绝不能坏了国公府的名声。世子，看在生养之恩的份上，不如饶过他们这一次。奴婢与张秀才清清白白，问心无愧。回府之后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把吃我的连本带利吐出来。长风，放人。世子爷，苏唐既是您的人，您看在他面子上，能否请太医救救他大哥断掉的腿？放肆！苏唐是国公府的人，他的事自然由府里做主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同世子爷开条件？苏姐姐，世子爷平日最重规矩，真会喜欢这甜食吗？他在外头端着世子架子，可我瞧得仔细，他办差心烦时，嘴里最离不得甜嘴儿。今日多谢世子爷为奴婢撑腰，若非世子及时赶来，奴婢真不知该如何收场。算这丫头懂分寸，只感恩极。张秀才的事，本世子已吩咐下去，以后他绝不敢再骚扰你半分。有人护着的感觉真好，比我前世咬牙死撑强多了。这金大腿必须抱得死死的。世子爷恕罪，奴婢实在是情难自禁。情难自能，刚才被自情逼迫，大抵是把他吓坏了吧？过些日子是千佛节，母亲会带人去郊外礼佛，你也跟着一起去吧。奴婢也能去。千佛节，前世我就是在那天救下了那位贵人，这一世我也要去弥补遗憾。当年新婚带韩氏出游，却被他训斥不合规矩，如今这小丫头倒是活泛得多。长风，去库房把本世子那套暖玉围棋取来，
那可是世子您的心头肉啊！得嘞，苏姑娘这哪是通房啊？这分明是要往世子侧夫人跪前上走啊！人生如棋，从今日起，每日陪我下棋1个时辰，练练你的胆气。谢世子爷恩典。抬高身份，下棋为名，以后看大厨房那些踩低爬高的老嬷嬷，谁还敢给他脸色？选个喜欢的颜色。奴婢选白棋。长风，你这什么眼神？你若是羡慕，不如你来被世子抓着手教啊！这雅致玩意儿真折磨人，屁股跟下刺似的，我还不如把书房地板拖上10遍呢。专心些，棋盘如天地，脚步为根基，此手既手脚又连边，乃双管齐下。咦，有趣吗？再来一局。好。世子可是7岁赢大儒的神童，今日哪是在下棋，分明是把棋路掰碎了，顺着苏姑娘的意打滚，哄着她玩呢。连少夫人都没这待遇，这苏姑娘往后可万万惹不得。你藏了大龙，居然不提醒我，输得干干净净。棋如人生，虽讲究进退有度，但关键时刻绝不能退让。原以为他在笑话我棋艺差，他是在拿围棋教我。今日对苏家人的处置过于软弱退让，爷啊，您可是误会我了。一刀砍死哪有慢慢对刀子割肉好玩？来日方长，且看着吧。明日这个时辰，你继续过来练习。什么？还要学？放过我吧！前世大哥在妓院争风吃醋被打断腿，却将此事瞒下，硬娶了我闺蜜孙若兰当老妈子伺候她。后来大哥考上举人，便包养那妓女，让若兰守活寡郁郁而终。这一世，我要亲自揭穿你，断你助力。劳烦婆婆将此信尽快送往孙家，亲手交到若兰姑娘手里。姑娘放心，定送到。摔得好，打我的脸打得响亮。世子爷竟自带人跑去苏家给那贱人接驾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出去见人？我不服，我这就去老夫人面前跪着，看老夫人怎么说。使不得啊，小姐，管家权刚到手，您这一闹，岂不落了下头，沦为满府笑柄？难道我要一直忍那个贱人吗？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先由着她张狂，等她怀了胎，咱们去母留子，要她的命。那小贱人只会做虾肉馄饨讨好世子，低俗。今日我便做一道清雅高洁的豆腐羹，让她看看什么是名门正规。男人终究离不了权势与体面，管家权在我手，这正妻之位，他休想动摇分毫。小姐真贤惠，将这清熬的汤品送到景心阁，世子爷见了，哪还能跟您生隔阂？我乃正牌世子夫人，刻意奉迎献媚，那是低贱小妾才干的事，我岂能自降身份？翠红，你把汤送去。奴婢遵命。小姐，翠红那丫头心思活络，可不能总让她往世子爷跟前凑，免得生出不该有的心思。不过是攥在手里的贱骨头，能翻出什么浪花？没规没矩的东西，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夫人恕罪，是那锦心阁的狐妹子，竟勾搭世子爷做出了荒唐事啊！荒唐事？难道他敢白日宣淫，败坏国公府门风？比这还气人！奴婢刚到门口，就瞧见那狐妹子大白天赖在书房不走，正妖摇娘摇缠着世子爷，逼得世子爷手把手教她下棋呢。什么？手把手教下棋？我大婚3年，世子何曾这般待过我？我管家管得这般辛苦，他却去陪那贱人风雅快活。我这就去老夫人那儿，非要老夫人做主，打死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，这等挑拨的话也敢乱学，这是要把小姐往火坑里推呀！等这遭过了，非得找个由头把这心思活络的翠红给打发了不可。小姐，您慢些，听老奴一句劝，此去何必与瓦块相争？要对付那狐妹子，用驱虎吞狼之计才是上策呀！嬷嬷有何高见？那邹姨娘原是您的陪嫁，如今苏唐占尽风头，最急的莫过于她。咱们何不将世子教苏唐下棋的消息放过去？邹姨娘心高气傲，又一心求子，闻讯定会闹紧。就按嬷嬷说的办，把消息透给邹氏。
好个清丽脱俗的狐妹子，才缠了世子3天，竟连下棋都混上了。若让她抢先怀上身孕，我在府里岂还有立足之地？低贱的蹄子，见到主子也不知行礼，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给我去外头石板上跪着。正主不出面，推个刀子来打头阵。邹姨娘，你我鳖是伺候世子爷的人，你又非正牌世子夫人，凭什么罚我跪？我是姨娘，便是你的半个主子，敢不听话，信不信我现在就请少夫人来教训你？姨娘这话大错特错了，少夫人乃名门闺秀典范，宽厚仁慈，何曾如你这般无理取闹？听闻姨娘曾是少夫人的陪嫁，你拿着少夫人的威名横行霸道，分明是在败坏少夫人的名声。走，我今日便拉你去少夫人面前说个清楚，看谁给你的胆子玷污主母名誉！你放手！胡说八道！这小蹄子嘴皮子真利索。韩氏的陪嫁不过如此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今儿就送你一份大礼。邹姨娘，您身上用的是什么香？倒怪好闻的。哼，这可是世子夫人赏的，外婆有钱都买不着。世子夫人赏的，当然买不着，里面可加了足足的麝香和红花。夫人对您真好，能让奴婢瞧一看吗？前世你们大婚3年无子，就是这香囊败坏了你的身子。苏唐，你放肆，竟敢扔世子夫人赏的东西！没，奴婢方才手滑，真的只是手滑。哼，手滑？你当我眼瞎？不对劲，这小蹄子懂些药理查理，他刚才这反应，难不成这香囊有猫腻？少拿手滑敷衍我，这香囊到底有什么问题？你若不说，我立刻回禀世子，治你个不敬之罪。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求姨娘饶了奴婢，这就是个普通香囊。苏姐姐，邹姨娘这是……她自然是去医馆了。韩氏，你用麝香害妾室不能生育的肮脏手段，该晒晒太阳了。苏姐姐，傍晚府里彻底闹翻天了。太医查出邹姨娘的香囊里有大量绝孕药，世子爷晚饭都没吃，怒气冲冲去了出河院，连老夫人都惊动了。是吗？那今晚世子爷定是分身乏术，回不得锦心阁了。不消伺候主子，我今晚倒能睡个无比踏实的好觉了。苏唐，你且抬起头来，你是如何发现那香囊有问题的？回老夫人，奴婢平日在茶炉房做事，对气味稍显敏感，只是当时拿不准，怕说错惹祸，才未敢向姨娘明言。你拿不准，就敢暗示邹氏是我动的手脚，简直是血口喷人！少夫人明鉴，便是给奴婢1万个胆子，奴婢也不敢乱说。当时小蝶与邹姨娘都在场，可为奴婢作证。邹氏，你来说。老夫人，是妾当时情急记差了，可妾这身子确实被药坏了，求老夫人给妾做主啊！韩氏，你那点防着妾室有孕的安撒手段，真当能瞒天过海？既然查出香囊有异，内宅便需彻底清查。这些日子你管家也累了，交还对牌钥匙，先歇着吧。母亲，儿媳冤枉！你与邹氏皆在房中好烧用药调理，管家权暂时收回。哟，大清早的，姐姐这唱的是哪一出戏呀？姐姐真是好福气，一把年纪也不用带孙儿操劳，不似我被这萧儿缠得片刻不得闲。对了，渊儿那媳妇儿肚皮又有了动静，我特意让渊儿去灵岩寺为世子求了支签。刚进门就听说邹姨娘出了事，姐姐可千万别急坏了身子。这子孙缘分，我真想匀给世子一些呢。孙氏这个贱妇，3番2次拿子嗣刺我的心，多亏这苏丫头警醒，揪出了这绝嗣的病灾。如今她便是我抱孙子唯一的指望，绝不能再被韩氏给害了。行了，孙氏，你少在这添乱。韩氏，交接好钟仪，无事便在院中抄佛经静心，不必出来了。是，儿妻遵命。韩氏，管家全丢了，身子也垮了，这利息收的可真畅快啊！母亲，儿子已请了宫中太医过来，为后宅女伴诊视身子。别人自有府医照看，让太医单给苏唐好好瞧瞧。太医专程请来，竟越过正妻，单单给我诊脉。世子今日教我不可退让，我绝不能堕了他的威风。奴婢多谢世子爷恩典。世子这般看我做甚？姨娘，万花楼昨夜送来的账单，
您可过目了。大哥，你个孽障，敢去那种下作地方！安儿，带着苏唐下去，让太医仔细把脉调理。夫君，带个通房去劳烦太医，传出去恐坏了规矩，不如妾身去打发。是，后宅出了下药这等丑事，你身为当家主母，理应避嫌。夫君，你这是何意？即日起，你便去灵岩寺住上几月，为国公府诵经祈福，也好让外人瞧瞧你对此事的态度。流放我去庙里，他这是要彻底剥夺我的主我体面。好，走，我们回锦心阁。回世子爷，苏姑娘身体康健，并无大碍，只需稍加调理即可。奴婢多谢世子爷体恤。退下休息吧。苏姐姐，你娘和你妹妹突然来了，就在小耳屋里等着呢，瞧着来势汹汹的。这么快就找上门了，看来孙若兰退婚的信已经砸到他们脸上。无碍，你把灶上温着的燕窝粥端给世子，我进去瞧瞧。难怪姐姐不肯回家嫁给李老爹呢，原来在府里享惯了福，把心都过野了。没良心的小贱人，若没我生养，他哪有今天这富贵？娘，退婚的事可怎么办？大哥断着腿，过阵子丧事可怎么考？前世我掏空私房去打点夫子，夫子才愿意修改苏明那狗屁不通的文章。苏明考中，却怪我脏了他们师生高洁的情谊。今世没了我的打点，我倒要看看夫子还搭理不搭理你这断了腿的残废。唐儿，今早孙家突然上门退亲，你现在就跟我回府，去孙家跟孙若兰解释，把婚事圆回来。我可以去孙家，可婚退了就是退了。若兰那性子，我不保证有用。姐姐，孙若兰最听你的话，这消息捂得那么死，今早孙家就闹退婚，莫非是姐姐在背后使的坏？是不是你干的？妹妹怎能血口喷人？大哥在青楼被人打断腿抬回来，整条巷子几百双眼睛看着，能瞒得住谁？可大哥明明是因为……闭嘴，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唐儿，娘自然是信你的。孙若兰与你情同姐妹，你现在就随娘去孙家，只要你一开口，孙家定能回心转意。前世就是这样，你们为了遮家丑，逼我去坑害最好的闺蜜。这一世，我要当着孙家所有人的面，将你们苏家的遮羞布扯个稀烂。都怪娘太急了，唐儿，你妹妹这嫩手都红了，你还不快去拿上好的珍珠伤药来？母亲说笑呢，奴婢只是下人，哪来的伤药？从前奴婢满手是伤，您不也说忍忍就过去了？妹妹不过手红了点，过会儿就好了。那能一样吗？你妹妹往后是要嫁大官贵人的，这娇嫩的手怎能受一点伤？娘，我不碍事的，还是大哥的腿要紧。大夫说若无上好接骨药，你大哥就要成瘸子了。唐儿，你快去求求世子，让世子给你大哥请个太医回咱家治腿。苏姐姐，宋太医为您开的调养身子的珍贵药材抓好了。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姐姐好大的福气，世子连宋太医都为你请了，这下大哥的腿有救了。快去书房求世子爷派宋太医随咱回家。母亲让我去求世子给大哥治腿，你也不想想，大哥他配吗？前世我掏心掏肺，换来的就是你们这永无止境的殴打与榨取。姐姐，你若因为嫉妒我不肯帮大哥，妹妹给你赔罪便是了。我就不该生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母亲。您让我以何名义去求世子？国公府何曾有过为下人的破落兄弟请太医的规矩？我是通华，不是国公夫人。您当年也是伺候老夫人的管事，您告诉我规矩何在？那也不能不管你大哥。大哥腿断了，我这做妹妹的心里也疼。这是宋太医刚开给我补气血的上好名贵药材，母亲若不嫌弃，拿回去给大哥当接骨药熬着喝吧。算你这小贱人还有点良心，宋太医开的药定是包治百病。拿去吧，那里面掺了大量的红花与凝血草，骨头断裂之人喝了，只会加速骨血坏死，彻底变成终身卧床的烂瘸子。这是苏唐的贱婢求来的，我苏明可不吃这嗟来之庵。他若真想让我用药，就给老子跪着送进来。
大哥，他如今攀了高枝，哪还管你？这药还是娘好不容易从他手里要回来的呢。明儿，我的明儿啊，你别吓娘啊！放肆！明儿，是娘啊，你连娘都不认了。娘不是早在10年前就病逝了吗？还有何儿，她怎么还是姑娘打扮？我重活了，回到了18岁那年，回到了我考状元平步青云的前夕。娘，我方才撞了头，有些糊涂。苏唐呢？她怎么没回来看我？苏唐如今成了国公府世子爷的通房，想回趟家难如登天。不过你放心，娘已逼他去给你求药了。通房？怎么可能？前世他明明被娘打断腿，卖给80岁李老爹当田房了，今生他怎么可能高升一步成了世子的通房？可不是嘛，姐姐现在神气了，世子对她宝贝得很，连千金难求的南光锦都赏给她穿了。南光锦算什么？荷儿放心，不出3日，哥哥定让你将这南光锦穿在身上。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世，这一世我定要少走弯路，踩着这狐媚妹妹的鞋，爬得比前世更高。前世救我的那位贵人，过几日便要在城外遇难了。这一次，我定要死死攀住这根高枝，一步登天。苏唐留在世子身边也好，等我抱上了贵人的大腿，他国公府通旁的身份，只会成为我苏明最听话的垫脚。大哥说不出3日，定能让我将千金难求的南光锦穿在身上。苏唐，等大哥成了贵人的恩人，看你还怎么在国公府张狂。世子爷，您就让奴婢悔一步棋吗？就一步。棋如人生，规矩便是规矩，哪能说破就破？规矩不就是用来打破的吗？您还说奴婢不守规矩，这连着几夜，世子爷不也日日留宿在奴婢房里？当真是太纵容这丫头了。今晚说什么也得回翰林院，绝不能再让事情了。世子爷，老夫人请您去鹤神宫一趟。悔一步怎么够？趁你不在，我直接反败为胜。安儿，宋太医给苏唐瞧得如何？可有中药？母亲放心，太医诊过了，苏唐身子极健忘，未曾沾染绝育香囊里的余毒。谢天谢地，那苏丫头是个极有福气的。如今韩氏去庙里祈福，妾室们又伤了底子。安儿，今晚你再去宠苏唐一夜。母亲，儿已连着让苏唐伺候了3夜，今晚儿需回翰林院处理公事。翰林院少去一晚，天塌不塌。母亲求了菩萨，就这几日，苏唐定能怀上我许家的世子。今晚你必须留下，多宠宠苏唐，也好让府里那些心思不正的彻底安分下来。母亲盼孙心切，一道执念。爸，看来今晚这一关仍是躲不过去。安儿，苏唐揭发香囊有功，理当重赏。可这后宅下毒的黑手尚未查明，平白赏他，恐引人记恨。倒不如今晚你再去他房里歇一夜，明日母亲便能顺理成章以侍寝有功的名义大赏于他。他在王氏面前唯唯诺诺，在府里连个有头脸的丫鬟都能踩他一脚。那丫头底子太薄，身旁确需些赏赐来撑腰。听凭母亲安排，赏罚分明，确实应当。这就对了，快回锦心阁去，莫让家人久斗。这脚下的丫头。长风，收旗，顺道传话给苏唐，今晚侍寝。姑娘，大喜事啊！长风哥刚刚来传话，世子爷今晚钦点您去侍寝。什么？今晚还要来？奴婢今晚定要把您打扮得天仙下凡一般，牢牢勾住世子爷的心。姑娘，您的下巴怎么肿了？是不是下午王氏那个狠毒老妇打的？若一会儿不上妆盖住，被许纯安看见，不，等等，干嘛要盖住？这不正是天赐的苦肉计吗？小蝶啊，一会儿你用最薄的浅粉涂上便好，莫要遮严实了。姑娘就该让世子爷瞧见，好把王氏抓起来狠罚一顿。王氏毕竟是我的生母，因我教训而被责罚，传出去，天下人只会骂世子不遵孝道，坏了国公府的百年名声。为了爷的体面，我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？姑娘您真是太善良了，
凡事都替世子爷着想，世子若不疼你，老天都看不过去。许纯安，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，今晚看我不踩着王氏这一巴掌，彻底榨干你的怜爱。若是医生这般伺候他，似乎也还不错。苏唐，你疯了！男人的宠爱抵得过命吗？唯有金子，唯有攥在手里的自由身，才是活下去的唯一依仗。姑娘，老夫人今早听闻昨夜世子恩宠2个时辰，多喝了半碗粥，当即重赏您1匣子足金元宝，外加3匹云锦，整整300两。要离开国公府，绝不能坐吃山空。前世5月，西域商人会来京城高价疯抢一种冷门布料，我就借着这场不识狂澜设个死局，让苏家那群立下准，倾家荡产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小蝶，我今日出府一趟，下午去收拾条鲜活草鱼，晚上给世子爷煨白玉汤。姑娘放心，奴婢定办妥。姑娘只管在外边宽心逛，老婆子我今晚在角门给您留灯，到深夜都行。多谢妈妈。这些体面本该是我的，贱人！大少夫人走得急，韩家定还不知内情。等会儿我便写封密信捎给韩夫人，韩夫人最是护短。苏唐，看你这次死不死！娘，苏唐是我最好的姐妹，她绝不会骗我。苏家拼死捂着苏明的腿伤不放，这隐情绝对肮脏。娘何尝不知？可咱家悔婚，外片唾沫星子能淹死你。不嫁苏明这秀才，往后你还怎么许好人家？即便一辈子不嫁，我也绝不踏进苏家半步。夫人，小姐，国公府苏唐姑娘来了。唐儿，快请。听闻你当了通房，我几夜没合眼，看你如今胖了些，总算放心了。国公府规矩虽大，但只要守分寸，主子少不得体恤。看，给你带了你最爱的蟹壳酥。前世你嫁给瘸腿苏明当牛做马，生生熬成了黄脸婆，一语而中。这一世，我拼了命也要保你一生欢颜。唐儿，你之前说你那好大哥真是因跟人在花楼争风吃醋，才被打断腿的？伯母，千真万确，苏家对外谎称他是不小心跌入水沟，不过是遮家丑。伯母莫急着应允我母亲，再过2日，这昌门艳闻便要彻底在京城传开了。到那时，退婚变成了顺理成章、占尽大义的事。好，我信你，我孙家绝不要这等败类女婿。既然兰儿对你那大哥无意，这婚事便再拖上几日。兰儿，这几天你也少出门，免得沾染了那些脏气。唐儿，其实我早就烦透你大哥了。先前应下婚约只是还苏家的旧恩，如今听说他逛窑子断了腿，我心里真乐开了花，退婚的名头终于找着了。唐儿，你小日子是不是到了？脸色有些白，走路也不利索。我这便叫厨娘熬碗红糖姜水，你喝了再走。小日子，昨天就该来的。我的身子一向奇准，竟推迟了。我当真怀上了世子爷的骨肉。不用麻烦，我回府自己熬便行了。孙家嫂子，快出来瞧瞧，巷子口闹翻天了，那苏家老大出大洋相了。快，咱们瞧热闹去。带上这个，免得被人认出来惹麻烦。听说了吗？那苏明今早被国公府的书院夫子给乱棍打出来了。哟，不是说夫子天天夸他是读书种子吗？怎么沦落到这步田地？切，以前那都是做戏。今早夫子批改功课，把苏明的文章贬得一文不值，说是狗屁不通。以前肯夸他，是因为我月月拿私房银子给那爱财的夫子送礼。如今我一文不送，苏明那点烂墨水，在夫子眼里连擦脚布都不如。这算什么鸟书院？夫子不过是个连举人都中不了的烂老头，他不配教老子。滚，烂秀才！以后休想踏入书院一步，等着瞧！这届囚禁老子定高中芥子。等我当了举人老爷，非让那老东西跪着给老子端茶认错。苏明，你前世抢占我机缘才中的举，今生你就带着你那满脑子肥肉和断了的狗腿，做你那状元及第的白日大梦去吧。明儿，你怎么能得罪先生啊？走，娘带你去给他下跪赔罪。先生一向器重你，定会原谅你的。你看，那老东西算什么先生？我乃天生的文曲星，秋为必中。等我中了举，
他跪着来求我，我都不收他。大哥以前最是胆小怯懦，为夫子马首是瞻，今日为何这般猖狂？还有，他提到中举时的笃定，不对劲，极为不对劲。明儿，你是不是摔坏了脑子？你们尽管笑，我苏明把话撂在这儿。此次乡试，我不仅能中，还能拜入朝中大儒门下。娘，夫人之见，这断腿就得日日多走动、多活动才恢复得快，越用越灵活。拜入大儒门下，断腿不休养，反而拼命活动。天哪，苏明居然也重生了！苏明啊苏明，你重活一世，却蠢得跟前世毫无二章。前世是你不要脸，抢了我的功劳，非对外宣称这断腿是靠日日活动才好的。你根本不知道，那是在用了我千辛万苦求来的黑玉断续膏的前提下。如今你没有膏药，反而拼命折腾你那断了的骨头，好得很。继续走，再多走几步，你这骨头就会彻底碎成烂泥，这辈子都别想再站起来。兰儿，帮我个忙，这几日找几个可靠的街坊，替我死死盯着苏家。若苏家，尤其是苏明，有什么古怪的动静，立刻派人去国公府递个口信给我。堂儿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绝不让这恶心一家子作妖。苏明，既然你也重生了，那我倒要看看，今生没了我的无私奉献，你这个折腾成彻底残废的断腿怪物，还要怎么带苏家青云直上？若兰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堂儿，若非你传口信，我这次真的落入深渊了。到底怎么了？你素来沉稳，今天怎么慌成这样？我说了你别笑，之前我总做噩梦，梦见自己嫁给了苏明。梦见什么？梦见他整日往青楼跑，逼我守活寡。你母亲动辄对我非打即骂，最后我连个孩子都没有，年老色衰时还被他一纸休书赶出了家门。兰儿竟也梦到了前世的事，难怪他退婚退得如此坚决。苏明简直是个畜生！傻丫头，那不过是个梦，你怎么还当真骂起亲哥哥来了？日有所思才夜有所梦。苏明为了妓女争风吃醋断了腿，本就是混账，我骂他是替天行道。堂儿，谢谢你。梦里堂儿的下场比我惨100倍，好在她如今成了世子的通房，没像梦里那样嫁给那个变态李老爷。这残忍的梦还是烂在我肚子里吧。我们做一辈子的好姐妹，将来你若嫁了关老爷，我可等着沾你的光。我和你哥的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哪里还有好人家肯娶我？不嫁也罢，女子活这一世又不是非要靠男人。这世道对女子苛刻，若兰的名声确实毁了，可若是能有一个有分量的人给她撑腰。若兰，你爹今年还要参加科举吗？我爹落地10年，去年就歇了心思，如今在书馆当个教书先生，勉强糊口罢了。前世我被王氏活活掐死，配了冥婚，是若兰跟王氏大吵，求着孙母置办帛官将我安葬。孙家对我有大恩，我前世救了那位贵府的小公子，既然今生要报恩，我便将这通天的青云人脉送给孙家。若兰，带我去见见孙氏叔吧，不过我得先考考他的真才实学，若是烂泥扶不上墙，或是得了势反咬一口的白眼狼，我绝不姑息。一切先见了面再说。堂儿，你疯了！锦绣楼一道菜就要几两银子？这足有50两，你哪来的钱？放心，来路正。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偷了世子爷的银子？这要是被抓到，可是要被打死丢乱葬岗的。老夫人看我伺候的好赏的，我想攒点本钱，以后咱俩合伙做小生意。吓死我了！不过还是得省着点儿，我就点一道招牌荔枝肉，剩下的去街角小馆子买。小贱人，手里攥了这么多银子，竟然一个子儿都不往家里拿，看我回去怎么在娘面前戳穿你。若兰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堂儿赚点银子不易，你怎能让她破费？堂儿，这顿饭花了多少？伯母拿给你，不能要你的血汗钱。伯母，我现在手里宽裕着呢。伯母执意给钱，可是嫌弃我当了通房，觉得这钱脏。傻孩子，胡说什么呢？你凭本事挣的钱，干干净净。在这世道，女人活命本就难，你跟着世子少受欺负是好事。只是你得长个心眼儿，把钱自己攒紧了。
那深宅大院处处要打点，可别傻乎乎全贴补了苏家。同样是母亲，王氏只想着喝我的血，伯母却字字句句为我的退路着想。我听说唐丫头买肉回来了，这哪行？哪有让孩子掏钱的道理？行了，就依孩子这一次，往后咱们再慢慢贴补他。好，老婆子，你记着，往后咱家有任何好东西，都得先紧着唐丫头。爹娘，你们有了唐儿，倒把我这亲闺女给忘了。爹，快尝尝，这可是锦绣楼5两银子一盘的招牌。5两？这，唐儿，你快把这银子收回去。伯母，您再跟唐儿见外，唐儿以后可不敢登门了。酸甜适口，肉香四溢，妙哉妙哉！伯父好兴致，听说今年大哥和张秀才都要下场，伯父可准备好了？百无一用是书生，家徒四壁，哪还有银子去赶考？不考了，不考了。孙伯父品行端正，前世若非被银子难倒，绝不至于郁郁终生。这第一步棋就落在他身上了。伯父，若是我能帮您引荐当世大儒为师，并承担您赶考的所有花销呢？唐儿，大儒哪是咱们这种平民能见到的？你别胡说。唐丫头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大儒收徒何其严苛。伯父，我没说胡话，只要您点头，我就有办法。世子府当真这般有权势？这丫头竟能通天！不过伯父，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我帮你是有条件的。你想要什么？第一，您若中举，须护我一事周全，不让苏家再动我分毫。第二，我若离开国公府做生意，您得做我的靠山。第三，您若为官，需造福一方百姓，绝不做贪官墨吏。这些就是你的条件？是。为官者自当爱民如子。苏唐，我孙某今日立誓，若有朝一日金榜题名，只要你不作奸犯科，我必用一生护你周全。若违此事，天打雷劈！好，一言为定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芸娘，去把我藏了10年的梨花白拿来，今天我要痛饮一杯。唐丫头，你帮了我孙家，总得有个由头，不如咱俩今日就结拜为异姓兄妹。你个不着调的老东西，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年纪，还想和唐儿结拜？若没个名分，王氏定会缠上孙家索要好处。伯父伯母，若你们不嫌弃，我想认二位为养父养母，与若兰做异姓姐妹。哎呦，我的好孩子，快起来！我早就喜欢你这孩子的性子，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。唐儿，既然你喊我一声爹，往后就算我考不上，拼了这条老命也护着你。太好了，我当姐姐了。拿着，这是姐姐给你的见面礼。唐儿，若兰隔壁那间光线最好的屋子，娘这就去腾出来，给你当闺房。娘，使不得，那是大哥的屋子。一个糙汉子管他干嘛？你在苏家受的苦，娘都知道。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。在苏家10年，我只配住堆满杂物的偏房。原来自家人的冷漠比不上外人的一丝真心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我看你快把孙家人当成亲爹了吧！苏和这蠢货果然去打小报告了。母亲说笑了，我今日去孙家，难道不是奉了您的命去退婚？娘，你看他还在装。他今天拎着锦绣楼5两银子一盘的招牌菜去了孙家，大哥在床上躺着吃苦，他却拿钱去讨好外人。贱人，拿家里的钱补贴外人，你是聋了还是哑了？给我跪下交代清楚！母亲，是你让我去孙家的，我若空手去，怎么说得动退婚？我还是跟人借了银子，才买了那桌10两银子的席面。嘿，这银子谁让你自作主张花那么多？这钱你自己想办法，别想要老娘一分。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回府后说我欠了债，正好名正言顺把月银拿回来。那孙家到底退不退婚？大哥今天刚被夫子赶出学堂，孙家人哪肯同意？孙若兰这贱人竟敢嫌弃我！苏唐，是不是你在他面前嚼舌根？我打死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你哥心里憋屈，你让他打几下出出气怎么了？别气坏了你哥的身子。世子爷到！教了他那么久，怎么在家里还是软的像团棉花？跟我回府。世子。世子，您生气了？您不知道，我大哥今天被夫子赶出来，
还大言不惭说要拜大儒为师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你大哥落到这般田地，你倒笑得出来？世子，如果我说我不喜欢我的家人，您会不会觉得我冷血无情？这才对，一味退让，你这颗白子就要被黑子全围死了。长风，回去告诉管事，苏堂以后的月银直接送到锦心阁，不必再经苏家的手。谢世子恩典。以后除了宫中的月例，我额外再给你一份。不仅月银保住了，竟然还翻了番，世子爷真是我的财神爷！多谢世子爷疼奴婢。退下，在车里也勾勾搭搭，成何体统，不得妖宠。奴婢知错，奴婢只是太高兴了。只是世子私下给奴婢银子，若让府里其他人知道了，怕是会说闲话。哼，爷办事，轮得到他们嚼舌根？爷真好，光靠月银可不够养父科考的花销。既然世子有权有势，不如拉他入伙做生意。爷，奴婢今日在街上瞧见一批滞销的轻便花布，虽然京城的主子嫌艳俗，但若是倒腾到西域，定能大赚。你倒是有胆子，还想做起倒买倒卖的无本生意了？奴婢想将这批布盘下来，若是爷愿意入伙，咱们2-8分账，您8，奴婢只要2。倒是个有闯劲儿的，没白瞎我平日里教他下棋。长风，回府后去库房取1万两银子给苏堂。是，世子。糟了，得意忘形了！世子最讲规矩，车厢里献媚，万一他动怒把银子收回去就惨了。世子恕罪，奴婢一时忘形，逾矩了，求世子责罚。下不为例，起来吧。谢世子。多谢长风大哥。苏姑娘，这是1万两银票，世子爷特意交代给您的。苏姑娘真乃神人，亲了世子一下，世子在车上笑了半天。以后要是得罪了世子，全指望苏姑娘救命了。爷，您今日奔波受累，奴婢今晚便回偏房歇息，不打扰您静养了。去吧。懂规矩，不粘人，更不借机恃宠而骄。这丫头甚合我心。苏姑娘，这位是红玉，是世子爷亲自从暗卫里挑出来，送给您当贴身护卫的。姑娘，您不要小蝶伺候了吗？小蝶姑娘别误会，你还要照看茶炉。红玉姑娘懂武艺，是世子怕苏姑娘在外遇险。懂武艺？那太好了。世子给钱给人都到位，可笑前世那个张秀才只会嘴上抹蜜，却用我的血汗钱喝花酒，真是连世子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红玉，随我拿了出府玉牌，咱们去城南布庄。是，姑娘。堂儿，咱们真要倒腾布料，万一亏了。姐姐放心，我自有妙计。嘿，这布料花色艳俗，穿出去怕是要被人笑死。完了，全完了！重金包圆了这批货，本想大赚一笔，如今连成本的1/3都收不回。难道今日真要逼我跳了这护城河？堂儿，这颜色太扎眼了，买回去做抹布都嫌亮。你疯了？我要的就是这颜色。老板，可愿去旁边茶摊细聊？姑娘，实不相瞒，这批货若您全要，我自降1半价格，500两全给您。500两，成交。红玉，去官府过文书，布料送到孙家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苏堂，你嘴里说着恩断义绝，怎么还偷偷跟踪我到这儿？真是晦气，出门没看黄历。若兰，走。张大哥，姐姐心里肯定还有你，你快去解释解释，她定会原谅的。哼，打扮的这么狐媚，还不是舍不得我？他不知检点给人做妾，就算是跪下来求我，我也绝不会看他一眼。荷儿，你冰清玉洁，离这自甘下贱的人远点。蠢货，等死吧！你个狼心狗肺的畜生！堂儿供你读书，你竟能说出这般丧尽天良的话！还有你，勾搭自己的姐夫，不知廉耻！若兰姐姐，我和张大哥是清白的。哼，清清白白，是清白到把床单都滚烂了的那种。你需要血口喷人。张大哥，我们走。他如今攀上了世子，自然瞧不上我们这等平民。
跳梁小丑。若兰，咱们回家。姐姐，这银子先拿给义父做赶考盘缠，做生意需要的我再想办法。堂儿，我是姐姐，本该我照顾你，现在反倒让你破费。这钱算我向你借的，将来我砸锅卖铁也还你。咱们如今是一家人，互帮互助本就是应当的。我是姐姐，就得有姐姐的担当，受了委屈就回家。孙家永远是你的仪仗。在苏家10几年，兄长只知索取，唯有孙家，才让我体会到何为真正的至亲骨肉。慧心再有不是的地方，她也是世子夫人，3年无所出，您不帮着开枝散叶，反把她送去灵岩寺，传出去，成何体统？送慧仙去寺里清修，正是为国公府子嗣祈福。既是祈福，我方才已派人把慧仙接回来了。孤珍在寺里，平白让人嚼我韩家的舌根。世子在翰林院当差，将来是要入内阁的。明日，我便让慧仙他爹韩次长去衙门找世子好好谈谈。公府的家事，还轮不到韩家来指手画脚。秦嬷嬷，送客。好一个狐妹子，定是靠这张狐狸脸勾得世子神魂颠倒。慧仙心善，怎是这种贱婢的对手？回去定要给慧仙配几个懂武功的恶仆，狠狠搓这丫头的皮。哼，狂妄至极！他当韩大人官棒赐福，就能死死拿捏住我公府，拿捏住我儿了。夫人消消气儿，国公爷走后，全靠世子一人苦苦支撑门面。韩家势大，咱们暂时……邹姨娘，你们身子弱，退下吧。苏堂留下伺候茶水。是，少夫人。世子夸你手巧，奉茶可得用心伺候。忍住，若露出痛苦，只会让他更得意。少夫人，请用茶。滚烫的热水，你是在谋害本夫人吗？贱蹄子，连茶都伺候不好，少夫人染病，定是你暗中诅咒。奴婢按规矩奉茶，不知何错之有。小姐，对付这种狐妹子，必须动韩家森刑，才能让她长记性。我素来心善，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今日便小惩大戒吧。听说你这双手极会做点心，今日老奴就替韩家废了他。韩家毒妇，竟是要生生废了我的双手！都给我看清楚了，整日不想着伺候主子，尽想着狐媚惑主挑拨夫妻关系的，就是这般下场。小姐，跟这贱人废什么话？受了刑，直接卖给人鸭子，扔进下等窑子去。这细皮嫩肉的发卖出去，油水全落我腰包。小姐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！嬷嬷这是何意？小姐，苏姑娘是世子爷的人，并未犯下死罪，真要发卖，必须先禀明老夫人和世子爷呀。于婆子，国公府立府100年，从未有私自发卖世子通房的先例，这事若传到外头，坏的是小姐的名声，还不快劝小姐消气！只要冲出院子，我就有救了。小贱蹄子，还敢跑！贱婢，今日我便替少夫人废了你这双手！继续用力，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别怕，有我在。世子，这丫头不懂规矩，妾身只是在教导她。教导？苏堂是老夫人房里出来的，是说老夫人不会教人？妾身绝无此意。世子爷，今日初一，您该陪少夫人，老奴这就去备晚宴。狗奴才，主子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唐风，属下在。把韩家带来的恶毒连同刑具原封不动溜回韩次长府。我国公府容不下这种肮脏东西。许承恩，你为一个贱婢这么践踏我的脸面！少夫人，可别说了，谁会在乎我？你们分明是盼着我死，我把楚河院腾给这个贱人。是，属下这就让人守好楚河院，
绝不让闲杂人等打扰少夫人静养。小蝶，快把我给爷买的蜜饯拿来。爷，您前几日提过想吃，奴婢特意去买的，您快尝尝是不是这个味儿？很甜，辛苦你了。爷喜欢，奴婢下次出宫再给您买。奴婢护主不力，请姑娘责罚。我的手使不上劲儿，小蝶，快扶红玉起来。今天多亏请来世子，否则我这双手就废了。姑娘不仅不怪我，还如此体恤我，往后红玉这条命便是姑娘的了。苏姑娘，这是世子爷特意赏您的。天哪！几两银子的蜜饯能换200两黄金，世子的大腿我这辈子抱定了。有了这笔钱，义父买书帖和千佛节的打点都够了。韩氏竟敢在府里动私刑，还敢说我不会调教人，真是无可救药。老夫人息怒，少夫人这回是彻底把世子和您都推远了。许传安竟敢进我的族，我爹是当朝刺策，他一个没有级爵位的次子，生气什么？我才不会像那个贱人一样去摇尾乞怜。少夫人，世子爷这次是真的动了怒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急什么？我韩家还在，他迟早得求着我出这出河院。至于那个苏唐，千佛节上我定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们凭什么进我的族？凭什么动我的人？少夫人，老夫人发话了，您若舍不得这些韩家奴才，尽可收拾收拾，随他们一道回韩家。老奴这就为您备马车，撵我回娘家，你们这是要休了我？少夫人入府3年，一不孝婆母，二无子嗣，三还处处看不起世子。少夫人既觉得国公府委屈了您，又何必赖着不走？把韩家的恶奴全押上车，送回韩府。夫人，不好了，表少爷开的书局被刑部查封了，说是替贪官牵线洗钱，表少爷已经被押入死牢了。什么？刑部说是顺藤摸瓜，若查出跟韩大人有关，快去背厚礼，去求刑部上书，绝对不能牵连到老爷。该死，怎么偏偏这时候出事？慧仙那边只能先由着他了。世子爷，今日这局，奴婢可是要赢了哦。落子无悔。爷，您怎么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？明明刚才还让着奴婢的。骑场如战场，多吃些甜的，脑子转得快。嘴硬心软，耳根都红透了，下次我还敢亮。谢世子投喂，奴婢明日定能赢你。唐儿，快跟我走，苏家闹了天大的笑话。大哥又做什么妖了？苏明被学堂赶出来，竟买通吹鼓手在学堂门口摆宴，放话今天必拜入当世大儒齐阁老门下，说那夫子有眼无珠。他是疯魔了。唐儿，梦里他确实飞黄腾达了，他这次不会真能成吧？姐姐放心，前世他能进齐家大门，是因我求了贵人免去考教，他那点墨水自己去考就是自取其辱。苏明，今天我就看着你怎么把苏家的脸丢尽。张大哥，等我哥哥成了大儒弟子，科举必中，到时候让他也指点指点你。苏兄大才，自是明珠出海。这贱人，当了通爽反倒越发勾人了。等我以后沾了苏明的光，考中当官，定要找世子把这尤物讨过来，好好玩弄。张大哥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我哥要敲门了。看苏兄，看苏兄。这天摇晒子也不嫌冷。皮阁老可在？这位公子，见我家老爷去提前地拜帖，你有拜帖吗？本公子的才学，老师早已知晓，你只管进去通传，
说未来的状元郎登门，他自会道侣相迎。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碰上个傻子。哼，没有拜帖，恕不接待。小哥，行个方便，替我传一首诗给七哥爷，他若听了，定会重赏你。东临碣石，观沧海，西望长安。快去通传。哼，好一首打油诗，苏明，你这脑子被学府开除后是彻底坏了吧？孽障！刘松还有夫子，你们来作甚？孽障！你竟在当时大明这等粗鄙之作，简直丢尽了读书人的脸！老东西，你懂什么？我这叫大智若愚。你将我赶出学堂，今日我便让你看看什么是当世名师的选择。哈哈哈哈哈！就凭你，七哥老连正眼都不会瞧你一下。哥哥，别理他们。有的人呀，流着苏家的血，却巴不得看哥哥的笑话呢。苏兄，别被这起子小人乱了心神。苏荷，你想捧杀他，今天我就如你所愿。苏荷，大哥拜师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还是说你这做妹妹的，从心底里就觉得大哥成不了？姐姐，你怎能这般编排我？孙若兰，你退婚时可想到今天，等我拜入大儒门下，你就算跪着来求我，老子也绝不看你一眼。我会求你，你这种欺师灭祖、被撵出学堂的无耻之徒，连老鼠都不如，别再拉扯我，真让人恶心。你这个妇道人家！姓苏的，你那狗屁不通的打油诗，害得老子被管事抽了一耳光，还给你！不可能，那是旷世名作，大儒定是没看到。放肆！一个连开蒙都算不上的粗鄙之人，也敢污了老爷的眼！老爷有令，即刻上报礼部，调阅你的秀才试卷。像你这种不学无术、买通考官之辈，不配拥有功名。阁主，秀才功名？不，这不可能。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，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啊！我的腿，我的下巴！苏唐，你也瞎了！我是你哥，还不快滚过来扶我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前世，我的功名，全完了。老爷，世子，那苏明吓破了胆，滚落排水沟，生生磕掉了2颗门牙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先生雷霆手段，此等欺世盗名之徒，不配脏了儒门之地。老夫平白做了你的刀，你倒好，连盘棋都不陪我下完就要走。公事繁忙，告辞。你这用完就扔的臭小子！世子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今日出府，可有什么趣事？苏明出丑的。可是，哎呀，光顾着说话。世子，您在此等我片刻，我去前边买您最爱吃的蜜饯。掌柜，这份蜜饯我要了。苏唐，这蜜饯是我先看上的，你凭什么抢？掌柜，他付定金了吗？并无，这位姑娘刚才嫌贵，一直犹豫呢。没付钱就不是你。你个小贱人，我打死你！啊！放手，疼死了！荷儿，你没事吧？苏唐，你怎会恶毒至此？在外面当了通房，回过头还要欺辱你亲妹妹！张公子慎言，分明是他先动手打我家姑娘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下人也敢帮着恶主撒谎？苏唐，你名声烂透了，还想拖累荷儿吗？真是一对天生的蠢货。不急，等千佛节一过，我让你们连哭都哭不出来。妹妹既然要尽孝心，这金丝蜜饯10两银子一包，你付钱吧，我让给你。10两，这……荷儿，你手头本就不宽裕，何必为我花这冤枉钱？这考中状元是凭真本事，不差这一口吃的。张大哥，我只是心疼你读书辛苦。哼，不像某些人只知道用银子砸人，俗不可内。荷儿，我们走。
姑娘您拿好。苏唐这贱人，月银不是全被娘搜刮干净了吗？他哪里来这么多钱？爷，您尝尝这个新口味，甜而不腻。世子爷素来注重仪表，从不当街进食。苏姑娘这……得，算我多嘴。世子爷现在是彻底被这苏姑娘吃死。你哥摔成那样，你怎么不知道扶一把？娘，我当时都吓傻了。对了，我在铺子里看到姐姐了，她手里拿着10几两银子买蜜饯，我以为她是来探望哥哥的，怎么不见她回来？那贱人是来看我笑话。都怪苏唐前世没把大儒拜师的事说明白，害我今日丢尽脸面。如今齐大儒还要调我卷宗，我的仕途全毁了。哥，我明日就去国公府找姐姐想办法。夫人，少爷，锦绣楼的掌柜带着伙计来讨要学堂门口摆宴的酒席钱了。娘，给他结账，让他滚。行了行了，多少钱啊？一共30两银子。30两？他怎么不去抢？去告诉他，只有1两，不要就滚。哎呦，苏夫人，您摆庆功宴时可威风的紧，怎么结账时连30两都掏不出来？没钱就别装大尾巴狼。嘿，30两，你家吃的是金子吗？顶多给你1两，不要拉倒。恭喜苏兄啊！虽说拜师被拒，还要被革除功名，但这酒席办得着实阔气。就是，过几日秋闱，若题目是相鼠，苏兄定能得第一。滚出去！哟，原来是那相鼠秀才。今儿个要是不给钱，我明儿就请说书人把你们苏家的破事编成段子，天天在茶楼念。给钱，娘，快给钱让他滚！呸！穷酸样！等我中举，我要你们通通跪在我脚下。苏唐这贱人，居然瞒着家里在这里屯部做生意，这生意何该是苏家的？娘，姐姐在外面囤了好多布，想瞒着咱们发大财呢。反了他了！老娘明天就去国公府，把他的银子全搜刮来。等等，娘，别去！前世确实有人靠卖艳色花布给西域人发了财，说这生意归我，何愁没有银子打点七嘎数？苏荷，你暗中去盯着那个小院，查清楚他的布到底要卖给谁，只要他接头，我们便半路截胡。大哥放心，我定盯死他。姑娘，尾巴来了，在巷子口躲着，是苏家派来的。苏荷、苏明，天堂有路你们不走，地狱无门偏来投。这捕兽夹已经放好，就等你们自己踩进来了，不必惊动他，照计划行事，送他们一份大礼。世子，红玉来报，今日苏姑娘出门被人跟踪了，查明是苏家二小姐苏荷，叫苏唐过来。爷，您尝尝这刚出锅的甜汤，去去火。苏家二丫头跟踪你，你可知晓？奴婢知道。你若下不去手，我便让人将苏家人发配到庄子上，免得他们整日算计你。爷，是在心疼奴婢吗？整日软绵绵的像团棉花，谁都能捏一下，蠢笨如猪。爷，旁人可捏不动奴婢，奴婢这身皮肉，只让您一个人欺负。跟你说正经事，你倒会见缝插针的邀宠，这些日子爷给你的宠还不够多。爷的宠爱，奴婢这辈子都嫌不够。爷别小看奴婢，奴婢不仅会做点心，还会搭戏台子，请苏家人上来唱一出倾家荡产的大戏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奴婢那批滞销的绸缎，西域商人极感兴趣。苏明既然想半路抢夺，我便以西域商人为饵，引他高价吞下我的货。只是这戏要唱得真，得借爷的一点威势。胡闹！下去吧，容我再想想。爷没当场拒绝，奴婢演当您是答应了，奴婢告退。你听说了吗？西域商人疯了，大肆收购那艳丽的云浅布。我早就把那幅没做完的衣料退了，转手翻了3倍价钱卖给西域人，大赚一笔。掌柜，还有云起布吗？云起布涨到1两银子一匹，抢到就是赚到，不要赶紧让开，别挡着后面的人。姑娘，神了！外面云栖布已经飙到3两银子一匹了，大家都抢疯了。去把这信送给若兰，告诉她囤着的布
可以开始每天10几匹的，慢慢往外放了。姑娘，这布价还在天天涨呢。西域人说运到西域能卖10两银子一匹，咱们怎么不等等再卖？等涨到头就该暴跌了。再者，放出的这根长线该把苏家这几条贪吃的大鱼钓上钩了。哥娘，苏唐真的靠那云起布赚疯了。娘，我前天让你去买，你买了吗？我去看了，那伙计要1两银子一匹，太贵了，我就没买。糊涂！苏荷说这布能涨到10两，你没买，我们苏家少赚了多少银子？娘，既然姐姐手里那么多布，全是从国公府拿的赏银买的，说到底，她的钱就是咱苏家的钱，那些布不也是咱苏家的财产吗？对呀，那丫头片子懂什么做生意？这布本就该由明儿拿去卖。苏唐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，上次还带孙若兰看我的笑话，这次老子要把他的货全部夺过来，哪怕1两银子，他也休想拿到。哥，我们现在就去孙家那小院把布抬回来。国公府重地，闲杂人等擅闯者死。苏唐，你个白眼狼！你亲娘来了，你也闭门不见吗？让他们进来，戏台搭好了，戏子怎能不登台？苏唐，这布既然在你手里，那就是我苏家的财产，怎么卖得由我说了算。就是，你一个通房懂什么做生意？这本钱定是苏家供你读书省下来的，何该归我？苏夫人好大的口气，这满院的云翼布少说也值3万两银子，你们苏家上下卖了，能凑出3万两的本钱吗？3万两？娘，外头可站着国公府的侍卫，我不过是个跑腿的，成了打赏我几两碎银，这布可全属于国公府。那你赚了赏钱，也得拿回家里贴补你哥。走吧，我可不用他这下贱法子赚来的脏钱。娘，国公府都插手的生意，绝对稳赚不赔。咱们也拿些本钱买布倒卖，定能发大财。娘，我将来读书赶考，处处要用大钱，这机会不能错过。行，这是娘压箱底儿的钱，你们拿去。才100两，能买几匹布？就这么多，不想要拉倒。苏荷，你快挤进去抢啊！哎呀，哥，这么多人，把我挤坏了怎么办？要是银子被摸走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有个东西！若不是你瞒着家里，老子何至于遭这份罪？等老子靠着生意发了财，休想分到一个铜板！都别动，我出3两5钱一匹。哥，这价太高了，万一跌了怎么办？头发长见识短，明后天就能涨到5两，你就等着戴金头面吧。哥，涨到8两了，咱们赶紧卖了吧，能赚好几十两呢。哼，急什么？不到10两一匹，我绝对不动。大少爷、二小姐，街上都传开了，西域大商团马上到京，说是要几10两一匹大肆收购呢。几10两？可恨咱们没本钱，娘的老抠门绝对不会再给钱了。对啊，利滚利算什么？等暴涨几10两，借印子钱翻倍还清，我还能暴富。小妹，快去打听打听哪里能借印子钱。长风，你在私放印子钱？苏二小姐，你胡说什么？勋贵人家最忌讳奴才沾染着损阴德的买卖，我现在就去告诉世子爷，让你卷铺盖滚蛋！想怎么样？长风大哥，借给谁不是借？借给我，咱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人家可是倾慕你许久了，咱们去僻静处细说。鱼儿上钩了，世子爷和苏姑娘布置的绝杀网，终于把你这贪婪毒蛇套进去了。这可是800两高利贷，等西域商团一来，暴涨10倍，我就能有8000两。到时候我用这当嫁妆，风风光光的出嫁，把苏唐和孙若兰全踩在脚底上。世子爷，
天凉了，喝口热茶吧。苏唐呢？今日怎么没见他人影？回世子，苏姑娘今日一直在记账，忙得脚不沾地，连口水都顾不上喝。哼，记账重要，还是伺候本世子重要？给世子爷请安。世子爷，苏姑娘给您送宵夜来了。今日新送来的鲜荠菜，奴婢煎了肉卷，给世子爷提神。还是苏姑娘有办法。瞧世子爷那嘴角的笑，这哪是吃肉卷，分明是在吃苏姑娘的心意啊！味道尚可，爷喜欢就好。账册奴婢已经理清，1万两本钱，苏姑可净赚3万两。奴婢熬了一日，眼皮实在沉重，便先退下休息了。下去吧，这几日辛苦你。能为爷分忧，不辛苦。去后头耳屋休息吧，以后那里归你住，不必回偏院了。多谢世子恩典。怎么会这样？父亲收润笔费也就罢了，怎会被牵扯进科举舞弊大案？夫人心里怎么说？锦衣卫动手了，说父亲打压寒门学子卖官入官，若是皇上彻查，韩家就要灭门了。父亲若倒了，我在国公府就是无根的浮萍，随时会被那贱人踩在脚下，我绝不能让韩家倒。嬷嬷，我不要脸面了，快帮我想想办法，怎么才能让世子出手救我爹？小姐想通就好，夫妻哪有隔夜仇？今晚您就去锦心阁给世子服个软，撒个娇。小姐，穿这件，这也太轻浮了，失了管家正妻的体统。我的好小姐，要什么体统？世子爷正值壮年，受了这等诱惑，今晚您留在锦心阁，明日韩家的危机自然就解了。为了韩家，我豁出去了。韩氏既然知错，去给安儿赔罪，便由他去吧。过几日千佛节，府里女眷少不得他出面应酬。老夫人仁慈，少夫人是个聪明人，经此一遭，定能与世子冰释前嫌。世子，先前是我失了分寸，往后我定恪守妇道，服侍世子。既然知错，明日解了禁足吧。世子夜读辛苦，请用茶。下作的东西，居然敢给我下这种下三滥的大补之药！长风，把少夫人给我滚着拖出去！小姐，奴婢罪该万死，奴婢怕世子不上钩，找府外的医生调配了药效最大的补药，私自放进给您的茶里了。你糊涂啊！走回去，小姐不能走啊！世子起了补药药效，你若此时离去，韩家就全完了。再等等，说不定世子会叫您进去。苏唐，那个贱人，他宁愿要那个卑贱的通房，也不愿碰我这个正妻分毫。甚至他早已让那贱人搬进了锦心阁。我要你们死！爷，您怎么？世子不对劲，眼神失控，呼出的气如一把火。爷，您是不是不舒服？要不要叫府医？不用，我没事。时间不早，我上朝去了。平日高冷如仙，昨夜倒像个不知节制的蛮牛。姑娘，昨晚出大事了。少夫人昨夜去锦心阁伏低做小认错，今早老夫人便解了她的禁足。少夫人一出关，定要收回大权，咱们的好日子怕是到头了。姑娘，你怎么脸色这么白？韩氏昨夜伏低做小，世子随后夜闯我耳房，难道世子的大补之药是韩氏的？而世子宁可找我，也不碰他。韩氏若知道了，不，他昨夜定在门外听到了，我要被这女人碎尸万段了。少夫人，苏唐，千佛节将至，我要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鸣节扫地，万劫不复。
你这泼猴，有了新鲜肥鸭巴巴的做了送来，是惦记着我那点私房赏钱吧？又是苏唐这个女人，真是阴魂不散。给少夫娘请安，母亲，儿媳可给您请安。儿媳特意让小厨房盯着火候，炖了这宗清新润肺的菊苗玉带汤，请母亲品尝。起来吧，你有心了。母亲，这大热的天，鸭羹未免有些油腻，而其这菊苗汤最是清雅去火，更适合调理身子。鸭肉性凉，最是滋阴。唐丫头也是费了心思的，你们两个倒都有孝心。没眼力的贱婢，还不快把你的鸭羹撤下去！一股鸭骚味儿，把我的菊苗汤都熏臭了。是，少夫人。快，秦嬷嬷，去请府医，快去！难道这贱人一次就怀上了世子的骨肉？若真生下长子，我在国公府还有何立足之地？唐丫头，你这个月的小日子可来了。回老夫人，推迟了10余日了。好，好啊。回老夫人，苏姑娘的脉象暂未显出喜脉之象。难道国公府注定要在我这一代绝嗣吗？老夫人莫急，苏姑娘伺候世子才满1月，日尚浅，纵有喜脉也难以显现，最快也要等下个月方能确诊。你是说还有希望？是，老臣先开些滋补安胎的温和方子，若真有了，也可稳固胎源。快开药！秦嬷嬷，去库房把那只百年老山参拿出来，给唐丫头炖上。下个月，我绝不会让你活到下个月。千佛节就是你的忌日。好孩子，往后免了你每日的请安，只管在锦心院安心养胎。奴婢多谢老夫人疼惜。等会儿我也得叮嘱安儿2句，年轻人不知情重，可不能累着你。韩氏若有苏唐这一半分寸，何至于夫妻离心？母亲，韩家涉入科考案，父亲大难临头，求母亲劝世子出手相助，救救韩家。韩家既是亲家，国公府不会坐视不管。待我与世子商议后，再给你答复。多谢母亲。还有一事，若苏唐下个月真诊出喜脉，那庶子可否包养在儿媳西家抚养？这事儿还早，等他真诊出喜脉再说不迟。凭什么连个卑贱同房上的种种都不肯给我？他分明是防着我，防着我们韩家。小姐息怒，老夫人免了苏唐的请安，那明日其他妾室的请安还照常吗？免了他，别人也得来。明天我要让这府里上下看清楚，谁才是国公府唯一当家做主的正室夫人。行了，红玉，这还8字没一匹呢，你这般小心，倒叫人笑话。老夫人吩咐了，姑娘的身子如今是天大的事，出不了半点差错。我那可是8两银子一匹进的货呀，本想着反手赚个差价，怎么说跌就跌了？我是借了高利钱去买的，部长今天不肯收，要是明天再跌，我拿什么还钱啊？部价崩了，苏明、苏和，你们借的那笔巨额高利贷，这下该要你们的命了。唐儿，咱们脱手脱得太及时了，如今京城布价暴跌，那些死扛着的商户全赔惨了。你说西域大商团真要来，这布价还会涨吗？西域商团不过是捕风捉影的烟雾弹，如今苏州的新船已经到码头了，再不脱手，等货铺开，连1两银子一匹都卖不出去。那苏家那2兄妹岂不是要赔得倾家荡产？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安儿，府医说唐丫头可能怀上了，你说该赏她什么才好？等下月确诊了，儿子亲自赏她。近日韩氏来跪求，为了韩家科举完毕案，国公府虽不喜韩家，但做事不理，怕是落人话柄。不必，此案已定，韩次房至多被贬，牵连不到他的圣名。那就好，安儿在翰林院消息到灵通。世子爷明明就是这起大案的幕后飞手，专程给韩家放血的，倒装起无辜来了。如今苏唐身子金贵，你可不准在锦心院跟他胡闹，要修身养性。儿子谨记。
今生绝不让你和孩子再受半分委屈。爷，您回来了。今日这般开心，是因为有了身孕。母亲说了，你若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。珠宝首饰太俗，如今我疑似怀胎，必须刷爆这金元宝的好感度，才能拿到绝对的保命符。奴婢不要布匹珠宝，奴婢想要的是这个。奴婢贪心，想让世子爷在心里给奴婢留一点点位置，哪怕只有指甲盖这么大。这小丫头竟对我动情至此，胡闹！你孕期在身，要小心身体。爷，奴婢知道要小心身体，可奴婢一见到您就控制不住嘛。这般顽皮，留下来倒是我纵容了，分明是来养胎的，切！